北京边的房价连续的降价，房价又回到了10年前。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我们现在是在北京边上的一个不错的小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住的人还是非常多的，而且这边的房价好像是又回到了10年前，如今才是40-50万一套就可以拿下一个很大的两居。今天呢，有一个房东联系到我呢，说他在这边有一个房子刚装修好呢，是没怎么住，如今呢想40多万就把它卖掉了。据说里边还是比较不错的。今天呢，我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呢进到房间里面去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小区里边的绿化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住的人也是比较多啊。这块呢基本上也都是北京人在这边养老，几十万就可以搞一个很大的房子了，在这儿呢，而且还都是带着装修的。今天呢，我们进到这个家里边去看一下。他说是他自己的房子，刚装修好，没住多长时间，现在是不想住了，准备呢是要40多万就把它卖掉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这套房子的单元楼门口，是一个带电梯的房子啊。接下来我们进到房间里面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坐着电梯上来之后呢，可以看一下这块是隐私性非常好的，而且是一个一梯只有2户的这么一个装置啊。现在呢，我们进到房间里面去看一下。这个是刚装修好的，43万吧，房东说是差不多就可以拿到手里边了。我们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房子啊，这是一个全部都装修好的。来看一下进门的这个右手这一块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设计，里边的这些家具呢和家电也都给配置齐全，而且里边还做了这个橱柜。在这一块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岛台，平时吃饭也可以在这儿完成。然后往里侧走这一块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客厅。来看一下这个客厅里边的家具也是摆放了一些，但是这个家具有些老了，到时候可以把它搬走，不要它了，直接就。南向的大窗户这里呢，在一侧做了一个这种壁柜，然后平时衣服呢也是可以放在这个壁柜里边的。然后这是一个一梯2户的这么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啊。往里边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呢是一个顶头的中央南北分区，是一个南北通透的小房子，非常不错。到时候北京上班的话，或者是老人在这里养老的话，也是比较方便一些的。这块呢是北向的一个卧室，中间这一块呢它是有一个卫生间的，卫生间里边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大，我们可以看到马桶、淋浴间还有这个洗手池也都给装好了。然后继续呢再往南向这边来走一下，南向这里呢是一个主卧室。主卧室的房间呢是非常规矩的，它是一个小四方形的，地方虽然不大，但是住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大窗户这一块也是非常大，南边就可以看到小区的一个全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区里边住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现在呢这一块在主卧室里边有一个阁楼，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哇，在上面还打了这么一个阁楼，将来有东西的话也可以放在上面。这是一个无形当中的给了这么一个房间加大了很大的面积啊。好了，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刚才呢带大家也看了一下这个房子啊，它是一个两居的，整体呢算下来是77平，然后单价呢也是合到了5500的一个样子。真的是跟10年前的价格是一样了。像这种房子最高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卖过应该有12300差不多的样子啊。跟着牧羊看好房，我们下期内容再见。恒大白菜价的房子还能买吗？今天呢咱们一块到这个恒大来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今天呢我们要去恒大看一套白菜价而且还带着装修的房子啊。要说这种大品牌商的这种质量呢，应该是没什么挑的。现在呢我们一块进到这个小区里边去看一下。这块呢距离北京是非常近的，开车到北京的话差不多也就需要个40-50分钟的时间，而且周边的像这种高铁和公交的话也是非常方便。这种恒大的房子现在已经是白菜价了，跌到了谷底了，相当于是差不多呢也就是30-40万一套就可以拿下了。这种之前应该是在恒大没出事之前，这个小区就已经建成了。现在这里边住的呢基本上也都是北京人。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一块进到一个房间里边去看一下啊，它里边整个全都带着装修了已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楼下边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住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差不多我刚才看了一下也都是北京的车在这边停着的。现在呢已经带着大家来到了这个房间的门前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恒大的标志，双开大门，而且都是这种装甲大门，特别嘎实啊。一般的房子里面是很少有带这种门的。现在我们可以进到房间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一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块是一个入户的这么一个过道啊，这个过道的间距是非常宽的。咱们转过来看一下，这个房间是一个大3居，非常通透。
这就是咱们刚才一进来那个入户的空间。在入户空间的旁边这一块呢，有一个很小的房间，是一个书房，大家可以看一下。将来的话，也可以把它做成儿童房，里面的空间还是比较够用的啊。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再往里走一下。走进前边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块呢是一个餐厅的位置，餐厅的旁边呢是厨房的空间。我们先来看一下南向这里，转过来之后，南向这边呢是一个大客厅，可见这种大客厅的里边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在南向这一块呢还带了一个特别大的露台。阳台这块属于是这个阳台地方呢，我们可以把它将来设计成一个洗衣机放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预留好了。这个转过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北向，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南北通透的，而且是采光都是比较不错的。这块呢就是它的厨房空间了。厨房这里呢，整个的橱柜和这个灶具呢也都给做好了，而且还是一个带牌的这么一个灶具啊。整个装修的话是不用你再去处理了，直接搬着床进来就可以住了。客厅这一块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到里侧的这个卧室来看一下这块是卧室区的这么一个划分区，然后转过来南向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大卧室，大卧室里边是木地板大家可以看到，而且还是带着一个飘窗的。要说人家这个工艺真的是在我们房产圈确实是没法挑的确实是人家也在把关，而且这个房子的层高也是特别高，大家可以看一下。房间里边自带这种水晶灯，大家将来买灯的话都不用再去选了。继续往北向这边来看一下在北向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卧室，这个房间呢将来也是可以睡下孩子或者是老人的。北向的大窗户也特别大，而且屋里边的装修效果都已经出来了，根本就不用你再去动手弄了。可以看一下房间的大吊灯都是一样的，跟那个卧室里边。转过来之后，中间这里呢带着一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干湿分离人家都已经做好了，大家可以看看都是玻璃隔断给做好的，而且像这个洗手盆呀，还有这个马桶呀，都是给安置好了。好了，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带着大家呢把这个恒大的这种白菜价的房子给他看了一下差不多像这种这么大的房子100多平，也就是个30-40万的样子。现在恒大亏成这样，老铁们你们怎么看呢？这种房子现在还能入手吗？杨阿姨15年的时候呢，在北京边上花了90万买了一套这种带着大露台的房子大家呢也一块来帮忙看看这种房子现在好卖吗？当时装修完之后呢，是1天没住，现在呢说是自己不想在这边生活了，说是想把这个房子原价就卖掉。今天呢，我带着大家一块进到这个房间里边去看看。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房子的楼下边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区里边的整体绿化是做得非常好，而且小区里边的这种公共设施呢也是比较的全面一些，还有小孩玩的，包括这老人健身的这种器械呢也都是非常多。来看一下这种小区里边的整体的这种林荫小路呢做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在园区里边生活呢也是非常惬意，很多老人退休以后在这边是定居养老的。像他们不去海南，也不去三亚，更不去那个叫什么西双版纳，他们就在北京边上就可以体验那种生活了。像这种房子大家可以看到1层这一块呢，每家都还有一个小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杨阿姨的家里边了，现在打开门进去看一下这个家里边，真是1天没有住过，里边嘎嘎的新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入户的玄关位置正对的是一堵墙，没有装饰。侧边这一块呢放的是一个挂衣和换鞋区，将来的话也不用自己再动手制作了。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南向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南向这是一个客厅加餐厅的布局。我们来看一下餐厅的这个位置，餐厅这里呢是可以放下一个大餐桌的。整个房子装修完之后是没有放家具的，所以看起来会更通透敞亮。那继续往南侧这边来走呢，这块是一个客厅的空间。当时的时候呢，前边看的那个空间呢，它是一个露台。阿姨因为喜欢把这个屋里的面积想去扩大一些呢，结果把这个露台直接把它做成了室内的空间。要不然的话，这一块是可以出到室外的一个露台的，大家可以搞清楚这一件事情那这一块的空间呢，额外又增加了这个房间大概有40平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像这个房子如果说拿到手里边的情况下，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那继续我们现在呢来里边看一下，里边这一块呢它是分为了3个卧室。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种主卧，客厅正对的这边一过来之后呢，这块就是一个主卧的房间。主卧这里呢是一个南向带着一个门和窗的这么一个空间，地方是非常大，而且也显得特别通透和敞亮。
里边的这个衣柜大家可以看到啊，都给做好了大衣柜。那转过来之后呢，回到这个房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进门的这个地方，在这里呢，它设置了一个小橱柜、小壁柜，在这里可以打造成自己的一个放点零食的东西这么一个区域啊。转过来之后呢，这边是一个特别大的卫生间，我们可以看到外侧的这个洗手盆就可以让大家看到非常大了，里侧做了一个干湿区啊。这个湿区里边还有一个空间是凹进去的，它的使用起来也是比较不错。阿姨因为一天没有住，所以当时也没有装马桶。现在呢，我们来这个北向的这边来看一下北向的这2间卧室的布局吧。那在这个餐厅这个地方呢，它是厨房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呢是厨房的空间，厨房也是一个 L 型的橱柜，是一个直通式的厨房，橱柜也都给做好了。出来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到这个餐厅的位置了。我们可以看到吃饭的动线是非常方便的。那转过来继续，我们现在来到北向这边吧。北向这边呢有2间卧室，我们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次主卧。那这个里边呢，它还带了一个大衣柜，也是杨阿姨当时给做好的。做好之后也是没有使用啊，我们可以看到来了还得修缮一下。这一块的地方呢，它设置的是跟刚才主卧那种格局感觉是一样的，下面是可以放洗衣机，上边可以放一些临时的杂物。这个地方呢还带着一个明卫，大家可以看到是带着窗户的啊。外侧的这个洗手盆呢也是非常大，里侧这一块呢也做的是一个洗衣区，那这个地方也是没有装马桶的。这个房间看完之后呢，我们出来看一下这个比较小一点的卧室。一般的话，像这种3居的话，家里边2代人住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地方装一个大镜子，我不知道为了什么？难道家里边有喜欢跳舞的小朋友要在这里跳舞吗？那转过来之后来看一下这边，它还是有一个衣柜的啊，可见这个衣柜已经是每个房间好像都有一个大衣柜了。用起来的话，家里边衣服再多，使用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北京边的房价大跌，看看北京7环内的这种房子现在能成多少钱啊？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一个北京边上7环内的这么一个县城啊，现在是好多北京人都在这边定居养老。我们来看一下，像这种房子之前都是卖到好几百万的，现在差不多也就是200多万就可以搞到一个了。今天呢是一个粉丝联系到我之后呢，说是让我过来看看他的这个房子啊，顺便呢我今天也是带着大伙呢一块儿去这个房子里边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像他的这种房子都是带着这种花园的，这个是前边的一块和侧边的，一会儿后边还有啊。我们现在进到房间里边，从房间里边才能进到这个花园里边。这是一个公共的入户区域啊，它属于是一个别墅的叠拼这么一个类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它是入户进来之后一个换鞋的区域，比较有隐私感，而且还是对保温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吧。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一个入户门了，那边那个门呢是可以直接到花园里边的。我们现在先到房间里边去看一下。哇，这个房子也都给装修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来之后就是一个大客厅，非常大啊，可以看到主人也是没有在这儿住，家具可能都撤走了。而且里侧那一块呢是厨房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厨房这里边呢它是一个 U 字形的打造，我们可以看到外边还有一个很大的窗户。一会儿呢后边也可以直接到后花园里边，我们一会儿带着大家去后花园看一下。先来看一下这个1层吧。这块呢它是上楼的一个位置了，楼梯就可以上到2层，2层的一个别墅。下边拐角这一块可以放一些杂物。楼梯旁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卫生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卫生间里边设计的还是比较大的，功能也是比较全啊，用的和能用的都有了，而且还带一窗户。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过道这儿就可以到后院了。在这个过道的旁边左手边这一块呢有一个1层的长辈房，我们来看一下，里边有些乱，主人因为不在这儿住，基本上东西全堆到这一块了。有个大床已经立起来了，可以放下一个大床，老人的话平时可以睡到这个房间。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我带大家到这个后边的院子里边去感受一下了。这块后边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也有这么一个空间啊，也是对保温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然后往这边走呢，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院子非常大。我站到角上，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院子是非常大的啊，可以看到院子里边整个都给做了硬化了，而且在侧边这一地方呢还给种了一些小花，然后作为点缀和装饰。这个木台子上边呢将来也可以作为烧烤来用。
旁边邻居家的院子也跟这个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大。这是属于边户了，它是3面采光的，侧边也有花园，前边那一块还搭建了一个凉亭，到时候住起来的话也是比较不错，地方也绝对够用了。现在呢，我带着大家，然后去看一下这个上边的2层。据说2层呢都是这个主人睡觉的地方，里边设计的也是非常有隐私性。2层一上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一个中庭的空间，这块呢它是可以保障这个主人隐私的，里边因为都是卧室区嘛。转过来之后呢，在右手这边呢，它设计的是主卧的房间，主人的房间。一般主人的话就睡在这个空间里面，特别大啊！而且在咱们右手这边呢，做的是卫生间，卫生间的空间也是非常大，里边的浴缸呀什么都是有的，而且还带着窗户，它是每个房间都有窗户的，通风换气比较不错。然后房间出来之后呢，在床的旁边这一块呢，打造的是一个衣帽间，这个地方也是相当于一个小房子了，将来把衣服放在里面也是不错的。这个房间的好处呢，它是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户外的露台，主人当时呢没有把这个露台做成户外的，现在他把它给做成了室内的这么一个感觉了。这儿可以晾衣服，也可以当阳台的来使。然后这个房间看完之后呢，我带着大家来对面的那边看一下。在2层这一块呢，还有一个房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是给孩子弄的，可能夏天怕蚊子，也是给他弄了一个帐篷，里边也是空间非常大啊。然后这块呢，它是出来对面这边呢，它是有一个卫生间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卫生间已经也做成了干湿分离了。现在像这种房子之前也都是挺贵的呢，好像现在200多万，主人说就不想要了，而且连装修都有了，省得我们再去装修它了。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块呢，它是一个露台，也是把露台改成了阳台。前边这一块呢还守着一个，因为它是小区的一个边界，边界这一块守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绿色的森林的一个状态啊，比较新鲜，这个空气好像应该会更好一点吧。现在这边呢，基本上都住的是北京过来的退休老人，因为北京里边的房子现在是特别贵啊，所以说大家在这边呢，可能就是200多万就可以住到一个像我刚才看的那种大别墅了。好了，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刚才呢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大7环内的这么一个房子给他看了一下啊，之前也是几百万，现在呢可能就是200多万，确实也是降了不少。跟着牧羊看好房，我们下期内容再见。